如果你正在考虑养猫或养狗的朋友，我觉得这支影片你可以看一下，因为我在养之前真的完全没想过，我的生活竟然会被改变到这种程度，不是变累，而是变得非常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下流动力转安定，大家好，我是石小草，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实验。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集改变，我原本还没有意识到哦，是因为旅居回来之后，从一个人的生活回到毛孩的日常生活之后，你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，没错，我真的改变了这些。整理出来3大最明显的改变，给想要养猫养狗的大家做参考，包含景点、吃饭，还有最后一个是我没有想到的，也就是变得超想回家。第一个改变是我去的地方，以前选景点其实还蛮随便的，就是随自己的心情，随自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或是如果你今天跟朋友、跟家人约，那你也是彼此讨论出来想去的地方就可以了，顶多你考虑天气。而现在出门完全不一样，因为多了它，就是你，小宝贝。出门前我就赶快拿手机，然后一一搜寻哪些地方是宠物友善，哪些地方可以带它去，而且宠物友善到什么程度，甚至有时候就不是我想去哪里了，而是你可以去哪里，小朋友。让你们猜猜养了本丸之后，我最常去的景点是哪里？给你们3秒猜，3、2、1。没错，就是公园。天哪，我以前怎么会找公园当做景点呢？我根本很少去公园，我想说，去公园要干嘛？可是现在养了它之后，我真的到处找公园。本丸，你跟大家说你去过多少公园？你是不是之前还有环岛，去过超多公园，对不对？全台湾的公园应该没有90%，应该也有75%了，你都有去过，对不对？我的生活开始被这件事情影响，而且不只是地点哦，连时间安排上都会随之改变。还没养本丸之前，我出门就像你们看到我曼谷旅居时候一样，妆化一下，穿个衣服就直接出门了，哪有思考那么多？但是养了本丸之后，真的出门会多思考一层。出门逛街，出门逛景点，当然就会吃饭咯。而我的第2个改变就是吃饭这件事。以前吃东西不外乎就是参考几点，第一个东西好不好吃 ，Google 评价如何，费用状态怎么样，还有附近好停车好到这个地点吗？现在找餐厅会多一个条件，也就是能不能带本丸一起去呢？现在出门之前就赶快找 Google 评论，或者是上网查询有宠物友善的店家，不管是餐厅，不管是咖啡厅，不管是小吃店，只要是宠物友善，都会被我收在收藏里。而宠物友善又分很多种哦，有一种是可以带宠物进来，但是要在推车里面；第2种是可以牵绳，然后可以落地。而我们今天来的这家真的很棒，本丸，你今天可以坐到椅子上哎。餐点的部分呢，除了人吃的之外，有些餐厅它会有宠物吃的食物，我们本丸有时候也会在外面享用餐厅的食物，这些都是养了本丸之后我才知道的宠物友善差别。我们今天来的这家超好，竟然还送本丸鸡肉吃，本丸。本丸鸡肉吃之外，本丸还能上椅子哎，真的超棒的。因为有些店家本丸是没办法上椅子的，超棒。有一些餐厅尽管评论很好，东西很好吃，但如果不能带你去的话，是不是就会变得不在妈妈的选择之内？没错啊。而这样子选餐厅，不止我的选择变少，连我朋友、家人的选择也变少。我在此真的是非常感谢所有跟我出门的朋友、家人，也愿意陪着我一起找本丸可以去的餐厅。当然，本丸可以去的景点也是。这里我真的要由衷的感谢我的朋友、我的家人 ，I love you。说到这个，我必须说，只要能带本丸进去的咖啡厅、餐厅，尤其是有本丸食物的地方，当然店家成本提高之后，我们消费的餐点费用也会比较高。所以老实说，除了餐厅吃的上面选择有变化之外呢，
你连消费，你的金钱也会有变化。当然，花费除了吃之外，还有非常多其他的。这一些也正因为养了本丸跟 Q 宝，我都有持续在变化。有时候会是交通，有时候是选择的成本。接下来最后一个改变是我觉得最明显的改变，就像我现在这样，工作结束之后就想要赶快回家找姐姐，对不对，本丸Q 宝，我回家了，我跟弟弟回家了。以前下班或是以前下课的时候，真的就是想要出去晃一晃。这个我妈能看这一集吗？反正就是以前呢，你会在外面晃了一下，逛个街啦，吃个东西啦，跟朋友再聊久一点，然后才回家。就像在曼谷旅居的时候，有时候在咖啡厅剪完影片，或者是呢拍摄完影片之后，就会想在附近逛一逛、晃一晃，晚一点再回去多跑一些景点。但现在不一样，你出门的时候就已经在想说，他们在家里在干嘛？会不会已经在等我了呢？我现在在吃饭，他们在家里有乖乖吃饭吗？我旅居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在家里有乖乖听阿嬷的话吗？就是你出门心里就是会有一个牵挂在，然后你就会想要赶快回家。所以现在我只要在外面工作完，就是赶快跑回家，冲回家，开车回家，赶快想要看到他们，抱到他们，确认他们一整天没有我在，都非常的 OK。其实这个改变非常微妙，它其实有点牵扯到心理状态，而这样的一个改变也会让我在未来规划上把他们纳进来为考量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让我在创作者这一块一直持续努力的原因。从之前接主持到直播到实况，而现在来到 YouTube， 都是因为我希望在做自己想做事情的同时，也可以兼顾照顾他们的责任，并且陪伴他们的时间可以比较多。所以如果今天你问我养猫养狗之后差很多吗？我告诉大家，真的差超多。这绝对不是变麻烦哦，而是你的生活里面不是只有你自己了，还多了他们，多了一份责任。最重要的，我觉得不是只有生活上的改变，或是我今天说的3种改变，最重要的、最主要的还是陪伴。很多时候，你以为你是在照顾他们，其实更多的是他们陪伴你走过生命当中的每一刻，陪你回家，陪你发呆，陪你工作，陪你烦躁，陪你开心，甚至陪你就躺在那边什么也不做。不管你在外面过得如何，他们其实一直都在，只是他们用他们的一生陪伴你生活。而也是因为这样，我从曼谷旅居1个月回来之后，这种感受变得更深、更明显了。如果你也准备好迎接一个生命，如果你也准备好被这个生命改变你的所有生活习惯，并且你也预备承担照顾他从年轻到老的责任，那我觉得你已经准备好迎接一个生命到你的人生里来。而身为毛孩家长的你，养你家的毛孩前跟养你家的毛孩后，也有什么样的改变？跟我的改变一样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跟我做分享。这是池小草的流动生活实验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！